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我给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徐淑华，小五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高仁君，大家好。好，那经过了一个礼拜，那当然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你看到上个礼拜整个发展，今天最新的一个应小薇延押，那法院准了，那应小薇延押。那对于沈清清来讲的话，那当然延押与否还没有做最后一届的确定。不过他的辩护律师帮他申请拒保停止羁押，因为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那被驳回了。OK， 那接下来那就是彭正生今天开延押庭，然后再来到了大概礼拜四左右，柯文哲那主席延押庭一路往下开。到底是不是都会面临到延押？但在昨天礼拜天的时候，你看到民众党上街头，然后高喊叫赖清德放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赖清德放，反正就是放人。OK， 那在过程当中，甚或讲到阿贝说他自己可以被牺牲，但黄长总召说他们绝对不允许阿贝被牺牲。所有这一切对国内政坛这件事情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现在看起来的话，整件一路发展到现在，延押这一段，那现在已经到了未来2个月，到底是不是这变成是大家在这个案子上面一个战场？你可以听得到，民众党的朋友一直不断的讲，2个月你还办不出来任何东西吗？一定要用延押的方式吗？任俊是2个月办不出来吗？一定要延押吗？黄国昌表示他非常震惊，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其实我老实讲，我也蛮震惊的啦。就是说，民众党在这个面对到柯文哲司法事件的时候的整体的回应跟他的想法啊，事实上是超出很多人的理解之外。我真的必须讲啊，就是说，我觉得超出很多人的理解之外。为什么？因为一开始事实上，民众党有涉及到这个司法事件的时候是高虹安。那时候高虹安的司法事件的时候，民众党从柯文哲讲出什么学理工的啊，不会犯法啊。对。然后又提出了一堆，就是说到后来什么柯文哲吃饭吃得很快，所以不会做坏事的这种言论都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完全是一种反制的说法。我的意思是说，任何人当然都可以选择自己要不要相信别人。但是我们之所以有司法制度，或者是包含到现在他们所批评的说什么羁押就是什么侵害人权的这件事情，这是长期以来所奠定下来的制度。你不满这个制度可以修改，但是你没有，永远都用特定个案来去呼吁跟思考，而不去面对跟正视现在大家具体提出来的那个质疑。我就直接明白的讲，比如说民众党他们现在包含陈志涵。包含徐府有再去上这个网络节目，提到了这个所谓的210万，提到了这个所谓的就是说柯文哲就是因为不断的要过10关斩好多将才能去连结，但是绝口不提谢国良，因为谢国良说了200万，我就是捐给了民众党，他们也不去问一下邱佩玲。因为邱佩玲是民众党的党员，他也承认说他有经手了这些，就是包含到就是要捐给柯文哲啊，捐给反正也不知道捐给柯文哲还是怎么样，民众党，但总是有一笔钱，对不起，有好几笔钱就是这样来去的，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就没有的意思就是说也没有人知道这个钱到底去了哪里，因为你也没申报，这些都不碰。所以回到今天这个案子来讲哈，我还是回到我既然讲有些言论是反制，那我也不想被人家讲我反制嘛啊，就因为今天的重头戏哈，重头戏，因为他说大家都在编剧嘛啊，就是应小薇的这个延押庭嘛，是。那现在看起来应小薇的部分就是其实你看他的那个裁定说继续延押的这个理由里面，其实也有提到了串供，那也有提到了一些这个具体的事情，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下啊，就看那个网络上很好找啊。如果大家愿意找的话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当然会直接跟柯文哲连上关系。我现在讲直接连上关系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应小薇的角色，他确实是扮演了某种程度里面，他最少是沈庆京跟应小薇之间他有联系。那这个联系会不会从应小薇这边再往外扩展出去？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司法官，我没有办法在这边断定。但现在整体在办的案子里面，它是一整个的案子，它是一整个案子，包含到我今天也看到媒体的报道说，这个沈庆京的部分因为沈庆京他其实是希望能够拒保停押，然后是以身体状况为由。是，那我也看到了媒体报道是说。这个北院基本上大家也有去比较，就是说你在这个进北所之前跟之后的就医记录，你说你固定到台大医院去，那现在让你到了其他这个什么台北医院啊，
那从医生这边各自开具的这个诊断的状况，也没有认为说你有危及性命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需求，所以看起来在这件事情上面，很有可能沈庆金的这个他原先希望能够透过说我用身体健康因素，然后呢能够达到拒保的这件事情，我认为它相对增加非常大的难度。那可是问题就回来，外界其实还是关心的来自于就是说柯文哲的部分到今天为止，因为接下来你看他今天早上是阅卷庭嘛那阅卷庭，我还有看到媒体说特别礼遇一下柯文哲，我不知道这要问一下大律师啦就当然阅卷完了之后多久要能够开庭呢？没有，一般不会隔这么久，是那但是也没有说一定要多久了，对，但是他的时间是比较长一点点。这就包含到那一次柯文哲大家讲说我不要去我们也没有恶意解读，就是说他就是不高兴，他就是甩态，他就是怎样，那也是按照北检的说法嘛就说好吧，那就考量他的身心状况，那后来就是隔了大概1-2天换北检去就绪嘛也没有说一定要逼迫他那这些东西其实对于外界来说，事实上对于柯文哲，我其实觉得最大伤力其实不是来自于殷小薇，也不是来自于沈庆金，因为那个的连结，好，按照民众的说法，说你要怎么连结到多少去才有办法？唯一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社会舆论对柯文哲最大的质疑来自于徐子瑜，对。我认为徐子瑜才是真正害到柯文哲在整体的印象上面会让外界会有产生翻转的一个关键的因素。你等于说，那如果都没有事，徐子瑜好歹可以帮柯文哲发声，可以讲一些话，或者是他可以自己随便录个影片也好，然后就讲说我也无辜，阿北也无辜，你们为什么要这个样？但是大概3个礼拜了吧，大家把橘子的名字弄出来，大概3个礼拜，鸟无音讯，什么都没有。其实我老实讲我没有觉得这个橘子有必要要帮柯文哲辩护什么。但是这件案子里面你是当事人你可以是被告了，对，你要为自己辩护对啊，你不是要帮柯文哲辩护就是你帮柯文哲辩护，老实讲一定会有不相信你的人说怎么可能你就是怎样？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但是最起码的概念是你要为自己辩护说。好，你们今天说我什么？我拿了400万，我急急忙忙跑回来，我跑去党部里面，我还去什么跟李文忠交接我还去这个党部里面搬钱然后呢，我还有拿了什么助记词，拿了什么东西，你们都胡说，我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是在证明你的清白唯有你的清白证明完了之后，才能连结到柯文哲吧，合理吧？合理。你不是去帮柯文哲证明清白之后，再来说我自己清白，其实不对。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大家看到的徐子瑜的态度，却是选择了当北检具体发出一个他反正我就把你转成通缉的时候，他就直接告诉你说，我还找了这个相关的人去跟你联系，但是你完完全全没有回复。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民众党的人来讲，这才是真正会 touch 到它的核心的部分。为什么我要用核心这2个字？因为民众党很在乎核心。那徐子瑜看起来他确实有很多东西，柯文哲不见得一定告诉你每一个幕僚啦，他不见得告诉你每一个。那到目前为止，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嘛包含到今天民众党去讲说，我们不过就是政治现金的那个账不过就是错报他讲错报被你们弄成我们在做假账。回去看一下你们的记者会，你们记者会自己的人怎么讲的？你今天不管你是错报、误报、漏报，给人家灌水的报，你们自己有没有讲过？这就是在政治上面，大家觉得这叫做做假账，这话你们自己讲的结果你今天出来讲说没有，我们不过就错报一个东西，结果你们这样变，就说什么把金华城的钱搬到变成我们家来，没有人这样连结啦，就一码归一码嘛。我们也没有说什么 USB 里面的那些谁卷了给了200、300什么时候，我就说他一定跟金华城有关，没有人会做这个连结，因为谁会蠢到说那些企业什么的，一定每个人都帮金华城做事情？哪一个企业会说对啊，我就甘愿帮他？没有人会做这种连结，就是说我觉得一码归码。柯文哲的案子，其实老实讲，他现在就几个部分嘛，第一个是金华城，第二个是政治现金，有没有第3个包含到？我认为第三个事情是政治现金，其实要分2个。一个是柯文哲那个 USB 里面有没有那一些不明的企业人士或有名的企业人士给了你这个数字，这个数字代不代表钱，我不知道全部是不是，但最少里面有人承认这一块没清楚。第二个是你的那一个竞选总部的政治现金的部分，它到目前为止，其实你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因为这是你们说的。到今天为止，你们经过这么多次的查账，你们也没有对外说明说到底怎么样。
而你们用了一个最概括的一个方式来讲说，因为我们不过就错了那一点，你们就说我们全部都犯法。我认为这个的连结，我只能说，那就真的如果能够联想得通啊，我只能说，就我的小脑袋来讲，那比科幻小说还要科幻小说啊。OK， 我们知道资深媒体人让人最爱，也让人最恨的地方就在这，记性都太好，就是所有发生过的事情。你只要跟资深媒体人聊一聊，大概都可以把很多的东西全部都抓回来给你看。可是任俊刚刚表达跟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表达的立场，我们在节目里一直告诉大家有好几个案子在查。先不讲无罪推定原则，我们已经讲了800次了 ，OK？ 清华城是一个案子，政治现金是一个案子。刚才任俊把政治现金再分，包括是不是有直接给柯文哲没有申报过的那一笔。那一些政治现金，还有就是民众党一些政治现金有没有所谓的错报的或什么？其实如果真的再分的话，还有包括你说从穆可开始到政治现金案中间金流之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这些都是一个一个，我们不会把它全部都混在一起 ，OK？ 可是这整件事情，如果今天到了严押庭，严押庭就牵乎到未来2个月，他会在国内来讲的话，法官准不准柯文哲的严押，这未来会产生什么样一些影响？未来2个月，他会在国内来讲的话，法官准不准柯文哲的严押，这未来会产生什么样一些影响？好，第一个，任俊刚刚讲，橘子应该帮自己去想办法喊清白，这件事情出自人性之常，应该是这样吧？被冤枉会不会喊冤？会啊，会嘛？哈，这应该是人性之常。那就算不管发生，不见得你真的要回来，你会觉得我这样回来，会不会一回来在机场，如果照传统正常程序，到了因为被通缉嘛，到了机场就一定是上铐，就直接带去讯问了。但中间，上礼拜5的时候，东豪常去跑司法，有没有很多的案子大家是可以沟通过，用什么样的方式回来？回来以后是什么好？可是就算不回来，发个声，帮自己讲几句话，人情之常。但橘子一句话一个声音都没有，好，大家会觉得怪。一般老百姓根本不懂法律这么复杂的东西，他只觉得这会不会有点怪？好，接下来就是柯文哲的严押。黄鸿昌总召直接讲了，他在震惊之下，他也跟你讲，严押庭法官和上次羁押庭法官同意了，柯文哲一定会严押。这后面是精神强化这一段，等一下再说。柯在里面一天自我进化就越强，这一段各位你不要觉得是刻意要整柯文哲，没有规定就是这样。严押庭没有单纯针对柯文哲来做，就是严押庭跟上次的那个羁押庭的法官本来就会是同意了，好吧？所有的案子他都是这个样子 ，OK？ 好，他是这个样子。然后接下来呢？阅卷这一块，因为今天好几个，第一个，应小薇被严押了，沈静基已经开过严押庭，只是还没有宣布。沈静基的律师他用的是刑事诉讼法114条第3款，那一款如果成立的话，照法律的规定是不得驳回的哦。我要拒保，你不能驳，为什么？那一款是说身体的状况非常糟，然后呢非保外去治疗没有办法去治愈的，所以你为了我的生命权，你不能驳。可是法院在斟酌这一块的时候。但是到底是不是只有保外拒保，只有拒保到外面去医疗才能够治愈？法官也不是医疗专家，所以这个案子法院问了台大，问了卫福部的北医，那包括所有这些相关问完，还有你前面的身体状况，现在身体状况综合起来就讲没有，你在这个地方一样可以在医疗各方面获得保障，所以拒保这一部分被驳。那审定会被严押，再来就是彭正生今天严押多了一个财产来源不明罪，大概有800万左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接下来就是柯文哲10月29号辩护人先阅卷，31号开严押庭。为什么会有人讲说，阅卷跟分开是相当罕见，是给被告跟辩护律师充分防御权？这一段是因为一般阅卷阅完以后，他会现在还记得吗？这个大家都记得吧？上次第一次要被押的时候，包括阅卷，那个阅卷要不要做限制，能不能怎么阅，方式是怎么样，能够限制到什么程度，这是一种。一般来讲，阅卷跟这个完以后，接下来就是开严押庭。可是这次为什么分开？而且中间最起码29号可以阅，然后到31号，因为中间我是律师，我阅完的东西，我可不可以去申请律见？30号我去律见柯文哲，我把我阅的东西跟你讨论，跟我都没跟你讨论过，阅卷完以后我就直接开。当然会有差嘛，以一个律师来讲，我当然希望你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好歹有一点疑虑，我可以去讨论一下吧。好，
这一段是不是表示这个尊重，或者给他的一个防御权？但是重点就在开完以后，柯文哲压与不压，对国内政坛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变化跟影响？这显然就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整件事情一路往下，但是一直有一个人非常重要，将军，橘子，橘子到目前为止，真的就是鸟无音讯啊！你只能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啊。我敢讲哦，就连民众党内部所有的人，现在是不谈橘子，不敢谈橘子，不能谈橘子。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敢不能不谈？因为谢龙介讲了，你跟橘子联络了，你就是共犯。所以他不敢联络嘛。对不对？其实谢龙介是在提醒他们哦。就是你们如果联络的话，他的可能会被监听或者什么这些。对，你们联络会被挂监听哦。然后如果你没有劝他回来，还叫他有什么指导，你可能变共犯。那不能联络橘子是万一橘子跟柯文哲这个金华城案如果真的有关系呢？你一讲不是讲错了吗？所以与其不知道，干脆不说。另外就是不敢提他，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橘子在柯文哲的心目中的分量有多重。你万一提错，你讲错了，对不对？万一柯文哲对他的这个期许不是像你讲的那样子，柯文哲会不会放出来？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会放出来，一定会放出来。当然了，对，柯文哲一定会放出来嘛。最多4个月。对，只是龙年放还是蛇年放而已嘛，对不对？就差这样子而已，不是龙年放就是蛇年放嘛。那我讲的蛇年不是12年后的蛇年哦，就是明年啦，一定会放出来的。所以柯文哲如果出来之后，他对于橘子的期许，他跟对于橘子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评量，跟你讲的不一样。那不是南辕北辙打自己的脸，所以他不能讲，不敢讲，最好是也不要讲。所以现在所有的民众党的这些党众，有哪一个人对橘子谴责的？没有，一个都没有。然后另外很奇怪的是哈，即使有讲的也很奇怪。有人说橘子跑到中国去了，马上橘子的舅舅就出来说没有，他只有1本护照。不可能，他一定在日本，所以证明橘子在日本。另外就是橘子的父亲说，橘子不会理财，不懂财务了。不好意思，他是台北大学会计系毕业的。如果你说像我学机械的不会理财就算，他学会计的，学会计我们花钱人家帮我们理财。我们所有人是花了钱请记账师、请会计师来帮我们理财。他是学会计的，说他不会财务，不懂理财。第二个奇怪，第三个是，橘子的父亲也讲说，我没有想到橘子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居然是在民众党工作，没有，其实他在台北市政府工作过。所以说他的父亲跟他真不熟啊。他父亲跟他真不熟他不是在民众党工作，他在台北市政府工作过，还可以把人家那个进出卡注销你看他厉不厉害？他很厉害，爸爸不知道。另外还有一则就是说，你不要乱来，这是民众党的前立委讲，说橘子，请问北检你有通知到橘子吗？你没有通知到橘子，怎么可以发布通缉？律师在这里，没通知到就不能通缉哦。那以后我们都把耳朵堵起来，把眼睛遮起来，对不对？你给我的文章我看不到，你发布通缉我听不到，你就不能通缉我，那何必出国？在台湾就好了，对不对？你还通缉我说对不起，我看不到，我也听不到，所以你不能通缉我。你这是在法律认知上应该有蛮严重的分歧通缉就是我尽了手段，我要通缉你，告诉你，你不来就通缉嘛，就这么简单。管你在天涯海角，在北极，我在北极，谁通知到我了？对不起，一样发布通缉。所以我觉得一个橘子造成了大家对于司法、对于北检、对于各种方式传唤证人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如果橘子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橘子对于冷钱包是完全没有关系，那我说句实话，你回来不就得了？你何必被通缉呢？你何必躲在远在他乡这么可怜呢？到了日本去没有错啦，日本是蛮好的，去旅游可以啦，不是属于你的土地，不是属于你的国家，你在那里就是不对劲嘛，赶快回来。柯文哲有难，你的神有难，你担任信徒者，赶快回来帮你的神解救。而且况且你是关键，你回来冷钱包可能因为橘子就变成一个废物，因为橘子说没有，马上输给你看，对不对？输进去之后里面是空的，那不就解围了吗？但是害怕就是我讲民众党的第二个担心，不能让他回来，万一一打开里面嘣大爆炸，那么橘子你还不如忍耐一点，在日本待到吧。对，你以为是葵花宝典，结果点开以后发现是笑傲江湖，好吧？那会不会出现这样一些状况？可是这一切的谜团都要好。橘子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从来都不说橘子你在这个包括金华城或所有案子里面，你是不是有犯罪或什么？但他被列为从证人，包括变被告、被通缉，
是事实。那橘子到现在都没有发任何一点声音，是事实。这一段完全跟一般人的人性上，还记得那个时候，邵秀佩被发了一个说他潜逃，马上叫川博帮他先发个声明说，我不过出去玩了一下，我就突然变潜逃了，然后接下来就回来，然后接下来就到案说明，就是这个样，这是一般正常人会有一些的反应。可是这件事情到现在。昨天民众党办了游行的活动，所有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尤其是黄国章最后慷慨激昂的那一段，那甚或在过程当中，周玉修他们讲，他们宁愿战死，那也没有投降。不是，大家怎么会搞到战死、投降这些词都出来了？当然，喊放人这是最基本的词了。OK， 那让你先看一下昨天所有的一些过程。来，出来的那几天，他跟我说，柯文哲可以被牺牲，台湾民众党不能被牺牲。我告诉主席的事情是，我们大家都不许你被牺牲，我们大家都不允许柯文哲被牺牲，对不对？对不对？只要恁挺台湾民众党，挺柯文哲，咱该拼到底安尼好不好？和民进党落台好不好？有一天，伊若欺人太甚，逼咱无法度的时阵，咱来冲总统府好不好？来冲总统府好不好啦？该安落倒好不好？好，你可以看到，当然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小草会心疼柯文哲为什么要这样，尤其现在到延押与否最关键的这个时候。北检已经提出申请延押，那在这个礼拜就会开延押庭。那民众党本来就说27号嘛，因为刚好快到万圣节，本来就要办一些活动，但过程当中的慷慨激昂，你可以看得到，有说不能被牺牲的，有说冲总统府的，有说只能战死不能投降的，所有这一切都有。范老师，直接问一下，现在看起来的话，柯文哲延押与否？现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那个过程当中在北检，后来被第一次不是吴宝请回吗？那时候外面不是也有聚一些人，馆长他们也有喊放人，现在也是喊放人，因为到延押庭的这个时候了。可是，如果要是因为这个样子，中华民国每一个政党，如果要是每一个人，假设党主席都碰到这种状况，那国民党的党员跟民进党的党员应该比民众党的党员还多。那大家如果都是这个样子，那到底怎么办？现在看起来严不严押，柯文哲严不严押，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柯文哲在司法这个案件严不严押的问题了。刚林国成，哇，这个义愤填膺啊！刚林国成，哇，这个义愤填膺啊！讲到说我们来冲总统府啊，好不好啊？好不好？好啊，好。那我想起了一张这个名画啊，这在法国的凡尔赛宫。这个就是1789年7月14号的法国法国大革命。这个女生拿着法国的国旗，蓝红白啊，这个人应该改成林国成了啦，哈，现在改成林国成。你看，带着这些年轻人，大家拿着枪，冲进哪里？巴士底监狱。所以请林国成带着这些小草冲进台北看守所，火烧总统府。啊，来一个彻彻底底的台北大革命！后来这个1789年7月14号变成什么？变成法国国庆哦。所以那个林国成也快成国父了，差不多。这么已经走到一个变成要走到一个暴力的手段了呢？我觉得是表示他们真的觉得柯文哲太委屈。还记得柯文哲那时候不抗告的时候讲说，我给你2个月的时间，让你好好的查，彻底的查。对。那北检当然传了非常多，我记得柯文哲好像是7次吧，洪正生连今天这个延押庭是10次了，然后柯文哲好像7次，中间有1次不去嘛。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给你2个月了，你还查不出来吗？黄章就很震惊，你们这样2个月是在干什么呢？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对柯文哲来讲的话，这2个月你真的延押与否？我跟你说，现在对法院来讲，你延押与否，我要把这些事情都考虑进去吗？包括你们的这些在外面这些声音，我都要考虑进去了吗？这个我们法律规定很清楚嘛，就是羁押就是2个月嘛，然后再来就再2个月，2个月。我也觉得很奇怪啊。那个柯文哲的那个辩护律师叫做什么郑生元律师，他还说他写了一篇在脸书上讲，他说这个北检不如桃检，
啊，你看这个郑文灿的案子啊，这个不到2个月就起诉了，起诉了，对不对？为什么北检不行？郑生源是我们还当我们特侦组的检察官，很优秀怎么他也有这种想法？柯文哲的案子的复杂程度，难道跟郑文灿一样吗？完全不同吧？最不同的人事实地物，当然不能够同类比啊。那我也搞不好这个郑律师是因为跟柯文哲在一起再久了，也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跟这个柯粉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吗？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郑以前当检察官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延押？也有，一定也有。对。那他要怎么自圆其说？所以我们就法论法嘛，就是说你觉得柯文哲不应该延押的理由何在？对不对？你可以用法律的专业来帮他辩护嘛。结果没有啊，我觉得那叫自废武功啊，还是他觉得他已经放弃了，他觉得怎么辩也没意思了，所以也用政治语言来做陈述。我觉得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民众党不是没有法律专业，黄国昌是我们美国考纳尔大学的法学博士，全世界能够进这个学校的人少之又少，那是常春藤盟校他在我们台湾最学术的最高殿堂，中央研究院的法律研究所当研究员，也是教授，对不对？也是律师。他现在也不讲法律啊，他就讲放人，不准柯文哲牺牲，这完全是政治用语嘛。他们还讲个什么？他们昨天还讲今日柯文哲，明日任何人。拍谁？我们没有冷钱包我只有一般的这种热钱包，一般的钱包而已，而且还没什么钱，没什么钱嘛，对啊，所以赶快收起来，对，赶快收起来。我们只有这种钱包，我们哪有像柯文哲什么1500、什么500这来去，我们哪有这种东西？所以我们怎么可能跟柯文哲一样？可是他用这个方式来告诉老百姓，今日柯文哲被政治迫害，被这个赖清德，他们指名是赖清德、卓荣泰，你们用法律的模式来把阿北关入政治黑牢。那所以每个人以后你也有可能跟阿北一样，他有这种恐惧感嘛。可是问题是，我们怎么可能跟阿北一样呢？我们也不能没有去逃出影园啊，我们的朋友也没有沈庆金啊，对不对？所以我真的觉得拿这个来做类比叫不伦不类。那昨天你看，哇，这个节目太感人了黄国昌握着怎么会鞠躬吗？鞠躬，对，鞠躬这个感觉，这跟陈佩琪，我忽然觉得恍如隔世啊。让我想起了1979年美丽岛事件，而且这样不好还穿黑色的衣服对，穿黑色的衣服，对。那时候张俊宏被关进去，他的太太就是许荣淑这感觉也是一个政治犯后代嘛，对不对？阿扁那个时候1984年的蓬莱岛案被关到监狱里，对，那时候吴淑珍也是在很多的晚会上出现这种情况不过我是觉得这种感觉真的让大家觉得。柯文哲真的是在做政治犯，那你再看昨天这个他们也是一样这个也是这样这个一字排开，每个人都义愤填膺看起来黄国昌现在不得了，黄国昌现在变做了 C 位嘞，陈佩琪已经跑到一位去了你看黄国昌现在不得了，他现在看起来已经成为继承柯文哲。不能说一致柯文哲路线，但是我觉得他们昨天搞了这么多的活动，还不如这2个年轻人，他们昨天也是万圣节，他们抢的这个风采跟网络流量比这个黄国昌的人还多嘛，反正现在的确是有年轻人在哭手柯文哲嘛，他穿的这个衣服就是柯文哲当初这个被出庭的时候穿的那个 polo 衫嘛，黄色 polo 衫，还有那个蓝白拖嘛，所以我觉得。柯文现在他们今天从昨天的这个活动，让我觉得就是什么？就是整个的民众党就是一个个人崇拜党。那个人崇拜党好像完全就是把柯文哲还在以柯文哲为核心。那这个党我真的觉得未来我很忧心。你讲说一人崇拜党是不是未来包括民众党？因为柯文哲主席会不会被延押，跟民众党跟国内政坛平常讲都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联动性。但明显。媒体上面有报道，柯文哲自己对这个案子说，5月跟8月之间他的态度是不太一样。那你不管他的态度，那大家在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改变，甚或后来会跟民主党的人讲说，未来会有很严重的挑战，类似这些，他在预言这些吗？这就有点像他第一次被吴保请回的时候，面对外界的镜头，就直接说，接下来他们会用我的 USB， 穷尽一切的力量，然后在里面去解读一些东西，然后开始编造一些的故事。那时候大家就已经第一次听到 USB， 原来是有这一段吗？可是现在你不管说柯文哲态度转变与否，严押庭现在要开严押庭，这是事实。
橘子没有回来，没有到，也是事实。那这些到底该怎么办？橘子没有回来，害我昨天去菜市场，我昨天湖光市场买了橘子，老板还问我说：“你确定要买吗？”现在你买橘子又怎么样？不，怎么橘子丢席啊，还又甜啊，一斤54-50块了，我买了不少了。不过橘子好吃了，大家可以多买一些。就说柯文哲原本到上半年，其实因为这案子其实检调侦办很久嘛，包括在4、1月也来查。柯文哲到上半年5月的时候，他还信心很足啊，以后到法庭上去攻防，我就直球对决啊，我没逮起来鬼啦。哎呦，他认为证据都没有问题啊，金流没有查到啊，最后开始出现转折是啊，8月的时候吴静怡啊报了木可的相关的金流的问题嘛，你金流出来，其实大家政治人物老实讲，金流如果被查到的话，多少都会担心一些啦。我再讲好了啦，就说最近因为SB不是破解，我《镜周刊》不是有报道说啪啦啪一大堆，包括谢国梁家族也有捐200万，后来我有去了解，我没有问过谢国梁，可是我在党内的朋友跟我讲。200万确实是要，不是捐给柯文哲，是要抖内高虹安的啦，是要抖内高虹安的啦。是他们家里的长辈欣赏高虹安，要捐给高虹安。只是说这长辈也跟我讲说，这钱到底有没有经过民众党中央？你这样讲更麻烦了。你说谢国梁那200万是要，因为他已经去做完证了，是因为我不知道他的证词是什么，因为他上一次面对镜头的时候说是要捐给。民众党是民众党啊，是要给高虹安啊，要跟柯文哲做个朋友，就说要这个钱没有进高虹安的啊，就说第一个，这长辈朋友跟我讲说，到底钱到底有没有经过党中央，然后再给候选人嘛？正常，譬如说我们有选举过的时候。进到民党中央给候选人，进到国民党中央给候选人，正常的程序。那这一笔钱到底有没有流到党中央给高虹安？不晓得。谢国梁当然市长有给检调约谈，到底他陈述怎么样我不晓得。只是说我听到的讯息是这一笔确实是要给民众党，可是他是指明要给高虹安的。OK 啊，就是这样。所以相关的金流如果被掌握到，会比较麻烦。所以包括吴静怡爆料木可的相关金流出现问题的时候。柯文哲，我觉得是有点慌了，所以包括吴静怡爆料那个隔天，柯文哲在跟党内的立委、民众党8席立委菜鸟嘛座谈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接下来党内会面临严重的挑战。严重的挑战是什么？那当然不是像将军讲的说在做什么仪式或什么，说没有考虑。我认为他那时候已经都准备了啦，就说接下来面对。挑战就是说，所以要处理好，包括几个，是不是说那时候有讲好说准备那谁要出国，谁要怎么样，至少在金流上他要厘清啦。只是说，包括从我得到的讯息，还有我党内朋友跟我讲说，民众党在处理金流这一块出现问题了。有些捐款，比如说我要捐给哪些候选人，如果进到党部之后，他捐给候选人是没有上限的，没有问题。可是就说钱到底有没有进到党部，还是直接给候选人？后来不是传出民众党补助候选人有大小眼吗？补助谁？比如说补助那个赖香伶，有些钱是不一样的。后来我觉得，真的抖起来，真的是这样。所以柯文哲后来就说面临到这些问题嘛。后来直到他被收押之后，最近不是在报道嘛，就说大概我的同事也有提到嘛，钟佩君有提到说，柯文哲好像大家讲说，他头发好像都变白了。我想不太可能啦，变黑了。变黑了。我就明显，黄鸿章讲。柯美在里面一天，自我进化就越强。不好，我只有看到新闻报道说，他到10月初的时候念了40本书嘛。我在外面大概1年也念不到几本，他在里面当然时间比较多。我也有认识有些政坛朋友准备要去坐牢的时候，确实有带很多书进去，这也是事实。当然也是消磨，然后在里面也是成长。念了40-50本蛮厉害的，可是要透过念书就把头发由白转黑，那是不可能的。那要看念哪40本呢？可以把头发给念黑。我为了这个还特别上网说，为什么头发会由黑变白？用白就说用脑过度啦，压力由白变黑了。我真的头发变白了。第一个老化啦。第二个用脑过度啦，压力过大啦，或营养不良啦，这些头发就会变白嘛。除非它里面有多吃维他命 B， 或者里面完全没有用脑，或里面因为练了气功之后头发就变黑了，没可能的代志啦。为什么头发会由黑变白？用白就说用脑过度啦，压力由白变黑了。我真的头发变白了。第一个老化啦，第二个用脑过度啦，压力过大啦，或营养不良啦，这些头发就会变白嘛。
啊，除非它里面有多吃维他命 B， 或者说里面完全没有用脑，或里面因为练了气功之后头发就变黑了，没可能的代志啦。所以我觉得头发到底为什么会变黑，是不是说角度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啦？因为拍起来有时候媒体有一个照片，有一个角度可能拍起来，那个可能比较黑，就那样讲到可能。我觉得下次镜头应该拍解析度比较高一点啊，我不可能说里面真的由白变黑的。那有没有可能他在外面是染白，进去没染就变黑了？为什么要染白？看起来比较沧桑。当然有人这么讲，可是我觉得这个太过于阴谋论了。所以第一个橘子能不能回来，我认为橘子里面的 USB 大概都破解了啦。所以不是说媒体报道，因为加起来那10几个才4000多，4300、4400嘛。另外有200-300里面，所以我觉得橘子会不会回来？他回来一定被声压，他干嘛回来？所以我认为说，第一个橘子能不能回来？第二个，现在还有爆出来说，市政府当初还有一个关键人物邱奕凯啦，这等一下淑华议员我们可以解释嘛，因为我都要长期在交通委员会。邱奕凯是在2019到2023是在悠游卡公司哦，他之前2014到2018是柯文哲办公室的幕僚哦。所以他网军头啊，所以他那么低调，而且他关键是什么？他去悠游卡公司的时候，当初悠游卡上新贵，大家是有质疑的哦。我们在议会的时候也在质疑哦。后来包括蒋万安就任的时候提出来说，你包括第一个有没有提财务报告啊？为什么要赶在柯文哲下台之前要上新贵？第三个还有质疑哦。现在包括悠游卡公司有2%多是在外面释股。股价有没有炒股的问题？我有去看它的股价哦，上新贵的时候80块，有一阵子飙到160块，所以这里没有问题，所以要查。所以我刚刚特别问交通局长说，这个有专案报告，那柯文哲蒋万安也认为说，未来就是冻结不上柜也不上市。可是过程中有没有弊端要去查清楚？我认为这个案子全案要送到政风，甚至送到检调去查。所以2个关键人物，第一个橘子，第二个邱奕凯也是列为关键人物。因为为什么会又蹦出大家在讨论说，邱奕凯到底在过程当中是不是知道一些事情，会不会讨论到这一块？是因为在北检要申请或者严押的时候，里面特别提到还有救赎未到案。所以请问一下，救赎未到案，救赎很多，你知道吗？那为什么有人刚刚会直接把邱奕凯名字也点出来？当然一个你说他当过悠游卡公司，那有人就直接讲说他是不是数位科技的专家？因为这整个案子里面很复杂，有人会提到有没有数位科技要在这个里头，有没有虚拟币的问题，都被讨论到这个里头。那还有包括像橘子里面，那也有人讲说像譬如说萧凌瑜，他是不是跟橘子会很熟？现在的意思就是检方没辙。大家是要帮检方想办法透过管道说有没有人熟能够劝橘子回来吗？那你自己认识的，刚刚讲到说，包括悠游卡公司前董座像邱奕凯这些人，你觉得他对于这些东西，包括数位这些，真的很熟？是啊，他是非常熟啊。其实我觉得啦，冷钱包的关键还是在邱奕凯身上哦。怎么说呢？其实邱奕凯他其实本来只是网络的网军的那个操作手嘛。那2019的时候他回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哦。他一回来的时候，他的女朋友，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结婚了没哈。当时他的女朋友叫做萧凌瑜，他当时就是也回来台北市政府。在2017年的时候，萧凌瑜当时到台北市政府的时候是担任什么职位？担任类似像科长的职位，是机要秘书。当时的薪水大概只有差不多7万块钱。好，他没有任何的公务人员身份哦，他一进来的时候就是7万。那后来到2019年，因为后来邱奕凯离开嘛，他也离开了。后来呢，再来就是邱奕凯回来，2019年的时候他也回来了。他这时候回来的时候，你看哦，他的名称叫做市长室的顾问，机要顾问，你知道机要顾问是等于是减任12职等，减任12啊 ？Yes， 没错，非常非常高，所以他的薪水几乎有10万块，至少10万块的薪水。减任12应该超过。对，然后呢，10万，我们直辖市的局处长大概是13职等，对13，对，那你就知道减任12职等有多高。所以他为什么一个完全没有公人的身份，他居然一回来，而且在市长室里面当顾问，叫机要顾问，而且呢，你看到他当这个，他们那时候就成立这个品牌小组。我要告诉大家，猫腻就在这个品牌小组里面。怎么说呢？这品牌小组你看到府外一个委员叫做什么？邱奕凯，他是悠游卡的，当时是在悠游卡公司当总经理，这陈庭儒总经理的特助而已。他先进来当特助，然后他就担任这个府外的委员邱奕凯。后来你看哦，我先 list 给大家看，每次的开会记录里面，就是萧凌瑜、邱奕凯都有。
然后这个要干嘛呢？这个单位是要做什么？总共跨13个局处，有78项的一个品牌的项目，也就是说一些标案的问题，标案的整个统筹都由他们2个担任品牌小组来处理。如果他认为说，你这个标案，我认为说没有美学概念，针对这样的部分没有办法行销台北市，所以呢，这个标案就要喊卡。就是他们在决定的。可是他们就算决定这个，但是这个里面跟其他这些案子的这些东西有什么关系，背后就是很多的厂商。也就是2019年，接下来柯文哲想要选总统了嘛，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因为我后来去调了这个廉政委员会的资料，光柯文哲这8年总共收了300多次的礼，这个资料我已经调出来，300多次，里面有很多科技公司、金控公司，然后呢，很多的一些大家现在看到台面上的，现在有写 USB 里面的那些。都有送过礼给柯文哲，然后这个品牌小组就是在整合这些企业界的一个很大的窗口，甚至标案给某些人的窗口。OK， 好，这我先讲到这里。那现在要提到就是说，为什么冷钱包它非常熟？因为其实当时第一个时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时候那个陈志涵居然讲说，冷钱包不过就是悠游卡嘛，一张悠游卡。真的是一张悠游卡。他讲就人家送的赠品不是吗？对，就像你们大家收悠游卡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冷钱包光是空的也不便宜哦。对，所以它根本不是一张悠游卡。那其实这个事情全部都是由邱宇凯，因为他们之前在永丰，因为邱宇凯当时离开市政府以后，他其实是到永丰银行里面任职了2年以后，才跟着陈庭奴又回来台北市政府。那陈庭奴担任悠游卡的董事长的时候，邱玉凯是担任总经理的职位。那个时候呢，整个悠游卡公司整个业务的业务量其实是暴跌的，而且营收是每况愈下的。当时呢，柯文哲就说，KPI 没有达到的话，要让他们离开，结果也没有离开。他们在搞什么呢？其实就在做这些冷钱包的一些业务，他们非常了解，因为现在新的科技如何去操作，如何用区块链的方式，他们也经常当时也跟着柯文哲到这个双城论坛的时候谈这个区块链的一些业务。然后呢，这个悠游卡也尽量谈这个区块链接下来怎么整合，所以他非常知道冷钱包的一些细节。所以为什么悠游卡当时悠游卡扮演的角色，其实事实上不是在推动业务，而是在帮柯文哲做一些企业的整合，包括这个冷钱包的一个运作。所以为什么那个检调会提到说有救赎？其实应该是说检调早就已经掌握这些讯息了。那是不是找他来谈？什么时候找他谈？这个是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一个所谓的这个司法的攻防。但是我要讲的，邱凌瑜那时候在市政府进入市政府，我告诉你，刚刚薪水很高的时候，对，是萧凌瑜就是那个邱玉凯的女朋友，现在听说好像也是结婚了啦哈。反正他那时候到进入市政府呢，他是在市长室里面当机要顾问，所以他跟橘子是非常非常好。他们感情也非常好 ，OK， 所以也可以请萧凌瑜去了解一下，他能不能联络到橘子，能不能请橘子回来？那到底萧凌瑜跟橘子2个算是情同姐妹的关系的情况之下呢，他是不是也知道很多很多的细节？所以这个是不是也请检调不要只针对邱玉凯，他身边的这个。他的友好人士，他的女朋友的部分，这个萧小姐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请他们来了解一下，到底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那现在目前的进度是怎样？我觉得他应该也掌握一些部分的一个讯息。现在看起来的话，我不晓得慧珍是你觉得救赎？因为救赎这2个字范围超广，你知道吗？对。可当然，大家会大概罗列几位，讲说那所谓的救赎，因为到案不代表他们有罪，只是说也许他是证人，要不要来厘清一些东西？你觉得救赎会有哪几个人要问这些？最近这几天，陈湛有一直频频的，不管是上节目或者抛一些的讯息，刚讲冷钱包，你们讲冷钱包太可笑了，不就是人家送的一个赠品吗？你们也拿来当个宝饰了，一样在那边谈，然后接受媒体访问讲说橘子有参与军华城吗？你们大家为什么会把它搞成好像是这么重要的一些人？为什么陈湛他们最近要频频释放这件事？我觉得当然就是说在救赎的部分，我个人认为一直在整件事情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却从头到尾没有被那个检察官约谈。起码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的。这个救赎我认为是黄珊珊。
好像已经整个案件侦办到现在已经2个月，但是好像都没有看到黄珊珊，甚至是以证人的身份被约谈。所以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救赎的时候，我想说，是在讲黄珊珊吗？后来就讲到有邱玉凯的角色。那我觉得邱玉凯的角色主要原因应该也是跟橘子有一个，比如说，如果说认为有所谓的冷钱包，而且被橘子什么精华然后什么出境，对不对？如果是有这样400万精华出境，是不是？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大家就会认为说，以橘子自己本身的力量，保护这个冷钱包是有可能的吗？还是有更熟悉这个部分的一个科技跟结合以及财经的人才在旁边协助？那大家就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邱玉凯似乎是一个让人家认为可以有这个能力，像我们都不会怀疑陈志涵嘛，因为我想他没有那个能力，大家应该是比较共通的。那至于如果是陈志汉跟橘子这2个人的话，我想陈志汉说橘子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金华城啊，大家好像把他过多的一个角色的解读，赋予太多的一个揣测。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陈志汉你讲的其实是我们一般人都不会相信，因为你实在是太不核心了，你在太边缘外了。你如果一个在这么边缘外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你怎么知道核心内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陈志汉说橘子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金华城啊，大家好像把他过多的一个角色的解读，赋予太多的一个揣测。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陈志汉你讲的其实是我们一般人都不会相信，因为你实在是太不核心了，你在太边缘外了。你如果一个在这么边缘外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你怎么知道核心内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说，现在媒体所拍到的，包括来我们这边接受受访的，其实就橘子嘛。当然有徐府在，但是起码橘子也在旁边。那比如说，去到就是跟陶朱隐园也是橘子嘛，还有张晋元那一次也是橘子嘛。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谁陪柯文哲到新竹在毛坯屋里面，然后去跟高虹安访谈的，也是橘子嘛，就不是你陈志汉啊。然后是谁告了卓冠廷以后传来的证人？说他什么都知道，对，橘子啊，而且橘子说，只要柯文哲跟任何人吵架，他都会告诉我。对，为什么不是你陈志汉去在那边？所以这2相比较之下，你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去讲说，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是你什么都不知道吧，所以你甚至连冷钱包这件事情，在最早媒体在讲的时候，你还在那边说你们媒体都知道，那你应该去传谁跟谁啊？只有他们知道，怎么一大堆的？那结果到最后我要爆一个料，你的新闻比人家独落后了大概有2个月，所以莫名其妙嘛。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要知道呢，要很会说谎的人，其实逻辑能力要很好，因为而且你记忆要很好，不然你会搞不清楚你自己说过哪些谎。那像以陈志汉来讲，他就会讲到说，那个冷钱包，那个冷钱包，那个其实就是一个礼品呐。然后后来人家就问陈佩琪，就说，那个冷钱包，陈佩琪说好，那你就拿走吧。他可能就因为他们以为就是1500的什么比特币的冷钱包，他整个时序大错乱。那时候没有人知道1500，那个是9月初的时候才知道这个1500的事情，而且现在据说检察总长邢太昭为了这些事情太生气了，好像10月25号的时候，检察总长说一定要给我查出来还蛮精彩。所以就换代表着8月底的时候是搜索，9月初的时候才有那个1500，冷钱包是甚至到了9月底吧，已经到搜那个叫什么保险箱。是陈佩琪保险箱被搜索那天才有传出说冷钱包这件事情，3个完全不同时间点，一个这会，然后这样说，所以就有时候我们会很难去就你知道去把这个发言人的话当真，因为我都觉得说你连一个谎都说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把你当真呢？你知道这个谎的时候，我一定要虽然我们题目没有这一题，但是我觉得这一题我一定要把它拿出来讲。就是讲到那个发票就是那个徐巧芯这个案子有没有？就是那个这个叫什么民防的那个法案，那不是民防法，我不知道塞到哪里。民防法不是被退出来吗？就民防法被退出来之后，国民党自己本身都说我们没有意见，对。
结果那8票竟然就是民众党那8票还持续在那边就投下嘛。就后来不是大家都在笑吗？就是说，哎呀，你们竟然这个小弟被大哥国民党给卖掉了。就大家去问陈志涵，陈志涵的答案竟然是说，哦，他们应该不清楚那个什么样的状况。Hello， 你真正的身份是这里对，这个陈志涵的说法实在太有趣了。对，陈志涵他说什么？他竟然讲了一个意思，这一篇没有写到。陈志涵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能当时不是很清楚那当下所发生的状况吧。陈志涵，你本身是民众党的党团主任你竟然这个才是你真正应该要了解的事情。就是陈志涵竟然从头到尾没有针对这件事情，他根本搞不清楚，他还说我们可能我们自己的立法院那8席搞不清楚状况。我真的觉得就是整个民众党对于整起事件会让人家觉得荒腔走板，你知道吗？有找到了是不是？对，陈志涵10月26号说，昨天应该是，我觉得那是表决灯，他们昨天在按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可是这个法案我们原本就没有要支持的。哇塞，在讲什么？对，他到底在讲什么？我再跟大家仔细再听一次哦。昨天应该是，我觉得那是表决灯，他们昨天在按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可是这个法案我们原本就没有要支持的。所以他的意思是，民众党的党团主任说，你们民众党8席在表决的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状况，可是这个状况这个法案我们本来就没有要支持，可是最后是你们支持的。所以你就会让人家觉得，现在民众党到底感觉上，民众党整个党只有一个头，那个头就是柯文哲，他只有那唯一有脑的人，就唯一有脑的人现在被抓去关了，所以现在整个民众党是呈现一个就是那个失速列车一个失控的状态。就让人家觉得实在是太可怕了，不可思议。再加上你知道这一次这个周末是那个同志第22届台北游行，那我有去，我去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很想了解像我们第一线的年轻人对于这包括台湾过去这几年的状况，还有对于柯文哲这个案子的一个看法。你要做现场我就现场，对，我就是做现场田野调查，大概访了10几个人。我跟你说，没有一个，我再讲一次，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柯文哲是无辜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他是纯粹的政治追杀。他们有的人说有没有罪，这个是应该要由检察官跟法官来进行调查跟审判。然后呢，他们认为金华城这个东西呢，其实是要由检调去调查。那我就问他们说，民众党现在把所谓的这个延押这件事情视为是政治追杀，你认同吗？没有人认同。他们都觉得说没有吧，那个就是应该要尊重检察官的一个调查。那是不是到底有没有贪渎，有没有收贿，就由调查出来结果就知道啦。那他们认为不用在这里做过多的一个政治上解读。第二件事情，我觉得这才是妙的。绝大多数的人对于你们的账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很多人说金华城这件事情有没有违法，因为很复杂，所以不知道。可是你们的账显然出了大问题。你们这些账，有的人怎么会有2个名字，但是根本没有拿到钱？再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就是说有这么多的人都说，我们有捐款给你，那捐款的账乱七八糟，一团混乱。所以我觉得，甚至我有问，就是说，那民众党这个柯文哲的人设在你的有没有就是崩坏掉？其实绝大多数的人认为，他以前讲的是勤政清廉爱乡土。但他觉得现在看，而且他以前都觉得一副他跟财团好像就是完全是不同世界，但他现在看起来，他跟财团的是几乎就是等同于财团。所以我觉得在年轻人心中，或者是说在一般人，而且甚至有人还有一个说，我曾经还是他的柯粉，他说我还有买他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一对类似应该是夫妻档，就说我们事实上支持他，支持到甚至是类似党工的。然后他跟我说，你不用再去跟一般人讲金华城，因为太复杂听不懂。可是他真的亏欠他的党工，因为很多人的钱都没给。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这是第一线的这个就是年轻人，或是第一线的台湾人的一个心声。什么心声呢？就柯文哲先姑且不论你这个金华城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违法，但大家不认为这是所谓的一个政治追杀。再来，大家认为你的账非常有问题，而你始终没有讲清楚，这个才是民众党即将会泡沫化的原因。因为现在看起来的话，金华城的案，因为审理要到定验，那要到定验还有好长的一段时间。OK， 那柯文哲到底最后会是有罪无罪，这个好长一段时间。
但是光最近从谢国良开始那个200万开始，没有被当事人出来证实，我们先不讲。可是光那个出来以后，就是对柯文哲来讲，有这么多的传出来的一些的事，对他的人设是不是真的是最大的一个伤害？当初讲财团刀叉吃人肉，然后现在跟财团之间的距离，或是当时那讲到所有的政治现金的这些，可是当有人把钱捐出来是没有透过正常的申报管道，甚或没有申报的时候，对柯文哲来讲的话，任俊，那个人设对柯文哲来讲。将军讲的当然是柯文哲迟早会出来，当然嘛，不是2个月就是4个月。就算被起诉以后，你说我们的法院可不可以延押？当然有，可是一般的状况，法院大概不太延押啦。但法院是可以，但一般不会。所以你说不是2个月是4个月，都不是2个月就4个月出来。但是你即便出来，阿伯要面对的，除了要面对小草，他也要面对所有人这些质疑啊，包括我们刚刚讲那些人设方面一些的质疑啊。就算你说陈灿和徐府最近到媒体去，或是陈灿自己讲了很多，某种程度把柯文哲讲得非常的无辜，包括他是这么好的医生，他是这么样的基因，包括他又没有直接证据，但他说那也没有直接证据说他有1500，那是说有间接证据，是这个意思吗？我不知道，没有直接证据说他有1500，他为什么要讲得这么含蓄？是，他就大声的说，你们哪有证据看到柯文哲拿了1500？对，但是他说的是没有直接证据，那柯文哲有拿了1500，OK， 所有这一些的东西，可是跟那个所有的人设摆在一起，到底要怎么解释这些？我觉得之所以讲没有直接证据，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OK 啊，比如像有个叫谢国良的，有个叫12345的这个 ABCD 的几个人，然后中间有一些数字，然后呢旁边有个经手人，看起来有几个人叫邱佩玲，那邱佩玲事实上我刚刚讲就是说，民众党其实可以去问问邱佩玲嘛，你到底帮阿伯引荐了多少人啊？我不会相信邱佩玲搞不清楚啦，邱佩玲一定记得嘛，几个人，那到底有没有帮忙？就是说啊，看哪几个钱，或者邱佩玲也可以讲说，我没有过我的手啊，对不对？我又不是经手人，我只是帮忙介绍。那介绍完了，有点像是那个谁，有点像黄崇仁啊。黄崇仁说啊，打电话跟我要钱，我就不习惯给钱啊，不然我们就介绍，最后是木可来了，这有一个直接叫木可嘛啊，那。邱佩玲大可以讲说，对啊，我就是有引荐的几个人啊，那我后面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钱，他也可以这样说啊，但看起来没有人去问他嘛，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讲说没有直接证据？是因为那个数字完了之后，他到了这个地方叫邱佩玲完了之后就没有后面了，没有人知道这些钱，这些数字如果真的代表钱去了哪里？最少有个谢国良的200，现在不知道在哪。何仁俊，当你讲说没有直接证据说柯文哲收了1500，讲得这么含蓄。表示心里面也担心，大概会是有这种事。我的意思说，如果一开始就告诉我他就是科幻文 ，USP 到现在检方从来没有告诉你，那到底有没有，然后里面有没有什么数字都没有哦。也就是所谓的科幻文，那1500，照他们的说法应该是科幻文哦。就不要讲说没有直接证据说柯文哲收1500啊，因为从头到尾都是科幻文啊，那为什么要讲得这么含蓄？没有直接证据他收1500，但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些幕僚说的话，如果今天是柯文哲讲出来，你说我有没有直接证据说我拿1500啊，那是不一样的层次哦，因为幕僚根本我相信啊，当他们坐在那里讲那些话的时候，我愿意相信他们真的不知道有这笔钱，有这些钱。所以他只能说没有直接证据，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想说这些人也没有被列名在上面叫经手人啊，这些人看起来应该也有些人是根本也没有到桃竹影园去嘛啊。刚刚讲到说橘子到桃竹影园去的这件事情，如果大家还是 Google 是个好东西，可以 Google 一下。那时候是讲说有手机定位，知道他的手机有出现在桃竹影园，那个 Google 都有啊，就可以找一下。就它不是一个乱连结的，就绝对不是说哦，我今天这个一定要想办法东绕西绕，其实也没有。就为什么橘子的这个角色会跟金华城连上关系，是因为桃竹影园。那因为桃竹影园中间有一个东西叫做讯号的定位，确定它有出现在那个地方。那我就讲，就是说，当民众党现在这些幕僚，其实我不去苛责他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他们对于这个整个个案，如果律师没有告诉他们，因为能够跟柯文哲直接接触的只有律师嘛，只有理论上律师也不能跟他们讲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讲嘛，哈，就说当他们这么斩钉截铁的出来告诉你说你们讲的都不对，只有我讲的对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他的底气来自于哪里。那我只能愿意相信说，他们可能对他们来讲，他们真的没有经手这一些。因为最少有一个地方大慈善家的300万说拿去做装潢嘛。对，那个最少我还知道那个墙壁一对表那个条啊是他赞助的，我还最少还知道。但是那个200就不见了嘛，最少谢国良不见了嘛，大家也不愿意讲啊。但刚刚主持人问说，柯文哲要怎么出来面对大家啊？我其实老实讲，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已经在面对了。当他第一时间出来就跟大家讲说，这就是会造成很大的政治事件。我觉得他已经立场就是告诉大家，我的态度这就是政治事件。对，我觉得应该是大家怎么面对柯文哲。因为过去柯文哲所形塑的人设叫做刀叉吃人肉，他骂的是谁？财团。那现在是柯文哲刀叉吃财团吗？我不知道啊。因为他的那个数字，如果他真实是个政治现金的话，你会发现他大的我不知道大到多少啊，但最少有人看起来200、300、150，然后现在几十的也都有啊。那些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很单纯的小心灵里面会认为，当你政治人物在非选举的时候，你能不能个人收受这笔钱？不能啊。那如果是政党在非选举的时候，政党是可以收受的，政党可以，它算不算政治现金？这是我们现在对这些钱的定位。可是对民众党来讲，他们可能完全不认为。因为人就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柯文哲出来的时候，如果他被起诉，照黄国昌总召的说法，他会被起诉。如果他被起诉，起诉书里面势必要把这些有没有 USB 里面列明的那些所有，除了谢国良，因为他已经告诉你有了，对，那些数字有没有全部都要列出来。金华城案起诉，不管你用图利还是用收贿，尤其你如果用图利，那大家有的占，你可以想象。但是我刚刚又讲，柯文哲出来告诉你就是政治事件，好，你告诉我金华城是政治事件，那如果起诉书里面假设把那些数字、那些人全部都列出来，而你都没有申报，如果有这一环，你要怎么告诉大家？你不会告诉我，跟当初我印象当中，阿扁那个时候有一些钱，说是为了要建国，还是要什么？那时候海角叫建国基金嘛，有没有？你柯文哲要告诉我，你要告诉我们大家，如果啦起诉书里面真的有这些，你告诉我，他要怎么告诉大家这些钱？列出来，而你都没有申报，如果有这一环，你要怎么告诉大家？你不会告诉我，跟当初我印象当中，阿扁那个时候有一些钱，说是为了要建国，还是要什么？那时候海角叫建国基金嘛，有没有？你柯文哲要告诉我，你要告诉我们大家，如果啦起诉书里面真的有这些，你告诉我，他要怎么告诉大家这些钱？我觉得，因为你刚刚特别提到阿扁啊。阿扁那个建国基金，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中间还后来有个穿插曲叫陈信宇。陈信宇去解释那笔钱的时候，事实上阿扁是都有拿来，有一些有拿来做选举赞助款。所以那时候陈信宇的那一话，其实是针对说，民进党内有一些人好像对阿扁不闻不问啊，没有到不离不弃，但最少有不闻不问，甚至有一些有出言批评的时候，陈信宇讲的那一句话。那难道民众党现在要出来讲说谁没有拿柯文哲的钱吗？就你有本事你就这样讲，好，就说当柯文哲今天所有的态度，你刚刚讲说，那对啊，那如果今天起诉书上面有这些东西，柯文哲会用什么方式去做？让我举一个例子啊，当我们发现到说柯文哲的政治现金在申报的时候是一团烂账，就他的政治现金已经自己也都承认了，说他有少报漏报，还给人家灌账进去的时候，柯文哲是怎么面对社会质疑的？那是已经明确有账册在那个地方告诉大家讲说你这个账就是错的，而且有厂商出来质疑，直接告诉你讲说你就是灌了钱到我的账户里面。民众党怎么面对社会？柯文哲就是不知道啊，因为他就是误信了50年的老友，然后误信了一个会计师会做得好，但我真的就是不知道啊，请大家原谅，我请3个月的假。你当下可是那些如果要是起诉书里面真的列出了一些政治现金没有申报，他总不能跟你说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啊，那怎么办？我弟说公开透明这几个字，还有过程当中有多少人相信柯文哲这一块，要怎么去告诉大家？他会说谁没有拿蓝绿谁没有拿？但是蓝绿没有人把这些骂对方骂成这个样啊。对。
对啊。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讲，他不会。我平常讲，我完全支持。如果要讲话，蓝绿还有哪一些人有这些？如果大家要讲话，把它全部都讲出来，我都支持。让所有的民众大家都知道，政治不应该会是什么什么，这些我都支持。但重点是，很多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政治的潜规则，因为我不是政坛人物。就是你不要拿人家的钱，还骂人家骂成这个样子，这个不是就有点让大家觉得，而且人家也没有留下 USB 啊。我换个角度讲好了啊，就是说，好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会到最后柯文哲会说，他其实不是政治现金啊，他就是赠予我个人啊。话语对啊，当然赠予我个人嘛，所以政治是一门赚钱的好生意。那不是，他是个人嘛，因为他就是给我个人嘛。是啊。那除了谢国良不知道为什么脑袋会觉得说他是捐给民众党之外，其他人就是给我个人嘛。那给了我个人，请问法律上有规定不能送我个人钱吗？但是所得要申报啊。那我就是没有申报嘛。那你就用没有申报。我还是回到那叫人设的问题嘛，不是法律的问题。但我老实讲呢，我觉得当柯文哲在第一时间出来把他引导到政治事件。而且到后续，民众党所有人的一致的说法，对不起，不是所有民众党人啊，现在帮柯文哲捍卫的人一致的说法，都说那个叫做政治上的迫害，就叫做压人取供，就叫做你把所有的钱都叫汇款，你把所有的钱就叫做非法的钱。我认为他们其实已经定调了，那这个定调会不会伤害到柯文哲的人设？老实讲，我觉得他的人设已经伤了。他接下来问题只有一个是。如果民众党要继续在台湾的这个政治里面要再继续发展的时候，他要选择做一个区域型的小政党，也就是说，我可能没办法再做全国性的大的活动，但我有没有可能在我的极少部分的支持者里面，我还是留有一个政治上面的席次？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讲，他未来面对到整个再出来，因为他一定要出来啦。即使他真的有司法判决，就算怎么样，他还是会再出来。可是看起来现在民众党的操作。跟柯文哲现在，因为柯文哲现在没说话哦，他也没办法说话。但看起来，民众党现在整体的操作是希望保留最坏的那一块的甜，而人设其实老实讲已经不重要。可是好，将军，所以你看到在昨天所有的那个集会过程当中，第一个放人，对，而且放人一定是赖清德放人。赖清德放人 ，OK， 好，第一个放人，然后不管是黄昌总召馆长喊的都要放人，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林国成委员讲的是，如果要是你们真的有点。逼虎伤人的感觉啊！谈话他没有直接讲逼后总领啦，就是这样，逼到最后就去冲总统府。秘书长周一修就跟你讲说，他们只有战死，绝对没有投降。对，我当然知道这一切要讲给少少听。对，可是就真的只是要讲给少少听这些吗？少少真的因此就完全都相信就是这样，就是赖清德不放人，压着柯文哲，然后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吗？我先讲哦，如果柯文哲最后一步就说没有。那不是政治现金，那是政科现金，就赠给我的。对，这讲起来是没错了。我告诉大家哈，这个耍赖皮哈很厉害。可是有一件事情，如果你是2022年市长卸任以前，这也不行。你是公务员啊，公务员可以无端收钱吗？对不对？你如果是2022年送的，更不行。就算你不是政治现金，你是送给柯文哲也不行，因为这是跟公务员收贿有关的。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这一段要去凹很难，所以他现在怎么办？打破司法公信力。所以你看，他直接讲没证据放人，那没有直接，本来说没证据放人，现在改成没有直接证据放人，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1500极有可能从时间换成金钱。因为人家说时间就是金钱。你的意思说这段话，当讲说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柯文哲收1500万，意思就是也要先。摆一个伏笔，是万一要是真的起诉书出来，真的写了这个，我总好歹可以说好啊，你就是那上面写了，对，但你没有拿到钱呢，对，你好歹就挖出来给我看啊。就是他说没有证据，就是至始至终，不管1500是钱是比特币是什么，就至始至终没有1500这个东西。可是现在渐渐的从谢国良的200变成200万，从那个一个人27个人变成210万，证明一件事，有钱。所以1500极可能会变成钱，所以他就讲说，好啦，就算有1500，你有证据他是柯文哲的嘛，对不对？1500有啦，可是那不是柯文哲，所以他讲直接证据，没有直接证据。可是将军就算要这样的话，好，对啊，你说一个人30，7个人200亿这些，因为现在看起来这些
尤其又讲说什么560感谢什么什么那些词，对，谢谢而已。但这是法律认证嘛？我就说现在已经不是单纯法律问题啊。那时候在北检外面，第一次柯文哲要被压的时候，在北检外面，我那时候讲中华民国不管任何一个政党，我管你是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政治人物如果面临到司法问题的时候，外面只要有人在中华民国集会游行法是有规定哪些地方不行。对，就如果你们要喊的那些东西是在那些地方的时候，我不管你是哪个政党，我都说不行，不行就不行。那可是现在是当柯文哲被压的时候，当然他们是在可以集会的地方。当你喊放人，我就讲，你如果是法官，你现在在审所有的案子的时候，你不单纯只是看检方申请的、辩方答辩的，你还要把外面听到的那些声音全部都纳在这个里头吗？我要讲哈，因为都已经喊总统府、冲总统府都来了。我要讲哈，之前他们最早是喊司法不公，要司法不公还有讨论的空间，因为什么你知道？那见仁见智嘛。你觉得你的证据够多，他判了就是不公嘛？人家证据够多，判了就是公。所以判司法不公，他用这个来当成一个集会游行的口号。我觉得哈，至少还在民主社会上说，哦，你还有那么点民主素养。他昨天喊的是放人呢。对啊，我告诉他什么时候喊放人，你知道吗？被绑匪绑票了。肉票啊。肉票被绑匪绑票，你已经知道就压在这个地下室，你就是攻坚攻不进去，所以你就直接喊放人，把他放出来。只有被绑匪绑票才会喊放人呢，所以他而且还有喊赖清德放人。这柯文哲现在是压在赖清德他家的地下室吗？还是压在总统府底下面的监狱？总统府底下我去看过，没有监狱啊。所以你说你要叫赖清德放人，要冲总统府，是不是冲错了？柯文哲没有关在总统府，柯文哲应该很想进去了。对，那经过了选举他没进去嘛，所以你要冲总统府，要叫赖清德放人，你是要造反吗？没有，他是要打破司法的公信力。就现在这个司法被赖清德掌握了，他是没有公信力的。OK， 然后他讲了一点我觉得蛮可怕，60天没有起诉，延押就是迫害。哇天哪，那好多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这中华民国法律有法律开始有多少人被延押过啊？只要延押就是破坏，每个人申请国赔，超过60天，每一天赔多少钱？这不是嘛？不是个案。你要看通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柯是好人，柯文哲是好人，他救过无数人，所以他可以超越司法，就是救过很多的人犯法就无罪。你以为是青天白日勋章可以抵一条命啊？那是传说，没有那回事。这个王子犯法跟庶民同罪，你懂这个道理吧？何况你是党主席。另外还有一个今日柯，明日任何人。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要打破司法的公信力。第一个，我要问问看，除了柯文哲以外，你会有上亿政治现金的烂账吗？一般人不要说上亿了，你要去说，我要招募政治现金，你也招不到，而且光是烂账。第二个，一般的人冷钱包花3-4千块就买得到空冷钱包了，可是你冷钱包里面有不可见光的钱吗？对不起，柯文哲现在如果没有打开。第三个，一般人，你有个儿子就不错了，你会有橘子、凯子，还有这么多银子吗？这一般人没有的嘛，对不对？凯子啊，对不对？现在又出现了凯子嘛，有了橘子又出现了凯子啊，那这么多的银子，别人怎么会有？第三个，任何人都可以如此绕一票人来面对司法来抗争吗？没有嘛。所以只有你柯文哲能，而别人不能。所以不要说今日柯文哲，明天任何人，因为柯文哲所具备的事情，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将军刚刚已经讲到了，范老师，我可不可以直接问一下？因为接下来他们就要讲说，民众党当然你说会有办很多场的一些的造势啦，或者是说希望那个声援柯文哲一些活动，甚或在昨天以后，然后不排除那个等于力道要再往上，那力道还要再往上，还能怎么样？冲总统府了。对，我倡议民国政委员就是喊一喊，那违法了。因为你现在连黄章也都跟你讲，也缓颊说没有那样一些事。那还能怎么样呢？因为这个我相信这个当然就是要表示，或是说过程当中一直有很多人把那个，因为昨天柯美兰有去，包括陈佩琪有去，但陈佩琪没有上去讲话，柯美兰没有上去讲话，尤其是黄鸿章他们在讲之后，他就在下面。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个为人妻，然后丈夫面临到这些，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情。然后包括陈志涵他们在谈的时候又提到柯爸爸这件事情，我在节目就讲，希望柯爸爸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大家不要再提柯爸爸这件事，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拿出来，老人家拿出来讲这些呢？因为昨天柯美兰也去，包括陈佩琪有去，但陈佩琪没有上去讲话，柯美兰没有上去讲话。
尤其是黄鸿昌他们在讲之后，他就在下面。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个为人妻，然后丈夫面临到这些，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情。好，然后包括陈志涵他们在谈的时候又提到柯爸爸这件事情。我在节目就讲，希望柯爸爸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大家不要再提柯爸爸这件事。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拿出来，老人家拿出来讲这些呢？我觉得现在民众党是进入到一个后柯文哲时代，特别他们11月份要举行那个党代表大会。那我觉得很多人说民众党是一个新政治啊，柯文哲当初讲我超越蓝绿，蓝绿都是垃圾，哇，这个都是政治分赃、派系政治，我就是完全不一样。可是我必须要讲，其实柯文哲他的想法其实是非常传统的，他是把这个民众党当做他们的什么家族事业、家族企业啊，就是这个柯氏啊这个家族，所以他的董事长是谁？柯文哲。荣誉董事长是谁？柯妈妈。董事还有谁？陈佩琪。柯美兰，还有橘子也算董事，没有柯妈妈的这个亲信嘛。这是董事会是决策者。至于你说蔡壁如是什么？蔡壁如叫 CEO， 总经理，帮我们公司办事情的。你做不好，我把你 fire 掉，换人。所以你看嘛，后来这个蔡壁如被换掉了，黄珊珊上来，做不好再换人。至于黄国昌是什么？黄国昌是打工仔。就是民众党的打工仔，因为他才刚入党不久嘛。可是黄国昌现在厉害什么地方啊？他现在是，我如果拿一个公司来讲，他现在是找那个小股民，你知道吗？市场派来对抗这你为什么会成对手？公司派，对不对？对。他找这些小股民就有1股啊什么，但是他们有征求委托书，通通拿进来，都给我，然后我来炮打这个党中央，来跟柯妈妈来一较高下。因为我觉得现在民众党里面呢。其实最有实力的我人是柯妈妈，因为你想看嘛，他过去很多的党员是他招募进来的，很多的党代表也是他的人嘛，所以变成说柯妈妈代表的是他们家族这一派，夫人这一派啊，然后对抗的是黄国昌，所以我认为就是说黄国昌现在当然要办各种活动，遍地开花来凝聚那个人气啊，但是刚刚讲到就是说他们昨天的行程，我常常觉得要办这种还是要专业啦。你看民进党以前办这种这种造势活动，光那个音乐一下，那个音乐一下，大好陈菊一讲话，哇，然后而且民进党都是在晚上办的晚上通常那种夜幕那个氛围出来了那种感觉，那种天上最好飘点小雨，对，感性那种感受，大雨更好。真的他办在这种大白天，对不对？这种大白天这没有悲情的感觉嘛。对不对？而且也没有这种给人家感觉，就是除了陈佩琪掉眼泪之外，我看其他人也反应也都还好。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然想要要模仿那个过去民进党的做法，可是我感觉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好，可是这整件事情，慧珍是最近大家会把包括为什么蔡壁如柯妈妈会不喜欢蔡壁如的这些我不知道那些过程是不是真的。可是柯文哲本来2019、2020那一仗。记不记得要选总统那一块？对，媒体讲说柯妈真的有宝贝，对，所以神明真的是觉得这样。我现在特别看到我们把它调出来2019年的一个9月18号的采访，就那时候媒体报道是真的，因为柯文哲还记不记得他？事实上，他还要跑到中选会去，对。然后人家这样说：“哎呦，天哪，你要来登记？”就他说没有，我来找妈妈。他说我妈妈来台北，然后里面人就说什么登记前一刻先生在这边啊。他说原来他来找妈妈，然后原来就是说他妈妈说我还不会那一弄下去，塞心不会栽啦，我看到柯文哲啦，妈妈来台北市啊，妈妈来拔杯，你也是来选总统。就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后来越来越多讯息出来嘛，才知道就是说那时候真的有很多人要去把柯文哲从台北市政府架着，要当他去。后来小牛柯院最近也有讲这一段，对，然后他就说后来就是因为是那个蔡壁如出来就屡次挡，然后把他硬是挡下来，不然那一次就说意思就是说，那个你如果现在绕跑会被人家讲话，那个。这样怎么还得了？他们就现在还连日还有讲他说很多人都在绕跑，又不是只有他，所以那时候确实现在还原出来，甚至这几天也有就是前幕僚人员出来讲，为什么蔡壁如跟那个柯妈妈感觉完全跟家当，好像有一个说法就是在蔡壁如那时候就觉得说你一直在要选举，可是不行啊，政治人物就不能绕跑温系嘛，所以那一阵子好像是。有挡过，就柯妈妈甚至跟柯爸爸来到台北市政府，那时候的柯文哲明明在市府里面，就他就跟他说没有那个起定的不赢啦，你等起来，就好像等了1个多小时，就后来还是没有等到，
后来是那个柯妈妈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幕僚，我在猜会不会是陈志安，然后就说，那起丢就没赢，他说没啊，就说那个市长在市长室里面完全没有就是在忙其他公务。然后后来他就让他进去，从那一天之后，在柯妈妈大概就是跟着蔡壁如势不两立。我想也可以理解啦，妈妈可能心里想说，这囝我生的呢，我怎么样？我挂问囝还要排队哦，乖挂哈，还要经由你蔡壁如的同意吗？所以这对他来讲没有办法容忍啊。可是这整件事情，因为易小薇今天延押已经过，然后对沈庆来讲，到底会不会也一样会被延押？因为如果这2个人都被延押，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当然他不是一定的等号，可是某种程度来讲，等于在查案上面来讲的话，会不会延押的几率真的会变得高？是。可是这是法律在走他们这一块，说是那建华城那到底怎么办？他盖的那房子。我看媒体上讲，川博是讲说那个荣奖的20%你自己撤，可是他们好像也没有意思要撤啊，那怎么办？现在大家都僵在这个地方吗？其实也不会僵在这边哦。其实蒋万安最近也一直在媒体受访的时候有提到哦。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是他们的施工勘业的顺序表。现在目前呢，我看起来是1楼嘛，哈，1楼的部分现在还有20%还没有盖好。那现在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4大工会有提到的地底下结构，这个还是我自己主动去提的。因为我们信义区其实就是浅层异化区的范围内，所以那时候才要求工会，而且我们那时候召开会议，请工会来去看一下地底层的状况。那确实在这个中浅式的这个异化区的范围内的话，它必须一定要挖到20米以下才会安全。所以呢，现在呢，只要把主结构地下的主结构体，也就是 B1 跟 B2 的部分哦，确认他们的是没有公安的疑虑的话，事实上这整个就不会有问题。可是我觉得很好奇，沈庆被压在里面，你们在外面叫他们同意。说我把那个荣奖%拿掉，不可能啊！慧珍，不可能嘛？你不要都遮住啦，对吗？你们现在叫他拿掉那个，然后大老板在那个里头，我如果把那个拿掉，那他出来以后，可能就是我被拿掉了。但是这样，对我要提的就是说，因为如果中石化跟鼎滟没有召开记者会，去跟他的股民说明。他的股民嘛，他的股东啦来解释的话，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去这样喊。那为什么要这样喊呢？你既然说你担心你的股价，你担心你说这个金华城会变烂尾楼，那你就切割掉嘛。好，因为你有很多很庞大的事业，因为拿掉20%，其实还蛮多，有700多吧，它有728多，而且等于是说19层楼，比那个560当初560还要好。我们已经没有去追究前面560是不是合法哦，取得哦。现在就说，就是那天我们在电视上有讲嘛，我们在媒体上有那个像我哥有讲嘛，然后什么叫4开发、已开发。跟未开发就是要确认嘛，什么叫似乎已经开发？这个我们已经没有去追究了。好，我们今天就为了让整个事情整个可以完成，所以呢，我们让你盖到728，所以得19层楼变成17层楼，这样子其实可以把这事情解决。这个是叫做创造3赢嘛。我上礼拜刚好遇到川博其实跟4大工会还有鼎滟协调的时候，原先鼎滟是愿意认赔杀出了。所以呢，我们让你盖到728，所以得19层楼变成17层楼，这样子其实可以把这事情解决。这个是叫做创造3赢嘛。我上礼拜刚好遇到川博其实跟4大工会还有鼎滟协调的时候，原先鼎滟是愿意认赔杀出了，他愿意给了。后来因为又抗告成功啊，对，所以我要抗告成功，我筹码在我这里，我干嘛现在要给你认赔杀出？现在地院再重新裁的结果。对，所以我鼎滟也就撇了，大家应该有发现一个镜头啦，就是抗告成功的时候，沈庆金他其实对着媒体是一抹微笑，就是说你没有抽我银根就是最好的方式，这个我就可以处理了，所以我当然要坚持到底嘛。所以那时候为什么川博会释出这样的讯息？再加上说我要告诉大家，其实现在目前看起来，我们现在只盖到1楼嘛，对不对？如果2楼的话，依照这个建筑法规的规定，56条规定的话，你每1层楼都必须要
做施工勘验，你要盖到2楼，你还是要通知市政府你要施工勘验。但我现在都不让你勘验嘛，就表示我现在其实就是像停工的意思了。所以他现在盖只能盖地底下。OK， 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整件事情。在法律上面未来怎么走？那当然跟所有的人的羁押是不是都会有关系？可是除了这个以外，那金华城这个案子一路看起来这个礼拜应该是非常关键，包括几位相关的一些人士要不要延押，要不要什么，都会在这个时候决定。可是，在上礼拜五的时候，有一个跟国内政坛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大法官释宪。就是今年为什么蓝绿白之间在立法院战成这个样子？包括前一阵总预算，然后一路这样。跟过程当中上半年，然后包括所有的那个宪法一些权利的一些案子都有关系。那大法官释宪出来，大概可以这样说吧，大部分都违宪，那有少部分大概可以留下来一些。可是显然这个结果对蓝白来讲的话，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认为这是大选之后的还是延长赛。就说总统大选之后的朝野的僵局、对立的僵局始终无解了。大法官的释宪。不要说部分合宪了，我觉得绝大部分都是变成说是违宪啊，是啊。对，特别老讲，第一个总统到国会国情报告，不论是统包统答或一问一答，等于我认为那个倒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国会调查权完全没有进展。在野党要的包括藐视国会，包括国会听证权，老讲国会都违宪。国会听证权在上次的增调会585释宪案，它是有说是包括是对于行政机关要配合立法院协助调查，如果有相关不配合的部分，是可以施以合理是强制手段嘞，包括罚钱有强制手段嘞。那这次的所有事项完全把苦回去都没有嘞，包括藐视国会，美国也有啊，川普的前幕僚，包括几个都之前藐视国会都有入狱，都入狱都会去坐牢啦，所以。这一个大法官释宪，老讲从在野党的角度是认为大法官释宪对执政党太。那你接下来能怎么样？第二个，包括我们内部，大家党很有讨论。我中午在那个节目跟小牛同台的时候，他也提到说，我们内部还在讨论，还没定调。也有年轻的一派的立委说啊，得啊那样好啊，我就不碰啊。如果那再重修，第一个我说在国会改革的部分，你要再修的话，那你关卡在那里啊，过不了啊。我先这里我可以先按下来，可是接下来有几个要做的，第一个总预算。第二个，包括人事案的审查的部分，总预算老是这样子啦。当然，大家认为说，第一个，当然3兆的预算部分，执政党说你就不为严格审查，该砍的就砍。可是，对于说大家争执的焦点的进法补偿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啦，卓荣泰的讲法，行政院长讲法有点太硬了啦。他讲说，这次下不为例，我可以用基金，我部分用基金，部分用公共预算。好，你要怎么协调？你进法补偿每公顷如果6万块，那没问题。可是你讲了一句讲下不为例，唱得太重了啦。毕竟依照目前的监督政的角度，是行政院长向国会负责。你行政院长光出来都跟国会呛都下不为例，我觉得这部分未来要去做调整、去做修正啦。还有人事案的部分，我听到立场会严格审查啦，并不是说不排我就。不是，因为赵法官你直接讲，像人事同意权如果不审也是违宪。那其实我觉得他说违宪对在野党当然很容易啊，那我就排啊，我就审啊。那是不是全部都把你给砍掉？有可能啊，砍到最后，一定都这样。不然 NCC 人事，NCC 人事同意权不是说在野党不排哦，在野党招委不排，民党招委在交通委员会，民党也有招委啊，你可以排啊，排下来，我觉得目前我听起来是有可能会血流成河啦。那第二个，对于蓝军的基层的支持者，也会给这些立委很大的苦的支持啦，就说过去不是说我给你行政院长跟你说第一个释宪完之后，然后行政院长又给你下不为例然后当然这礼拜开始在进行预算报告了，看起来总预算复委有可能，可是接下来我预期应该这个刀子会蛮重，下刀会蛮狠的。OK， 说话有没有听到血流成河4个字？对了，我觉得是这样啦。其实现在目前大家关心的还是一些民生的法案，其实像讨论像那个人工生殖法。好，这些我觉得都可以讨论，这个其实民众才是最关心的。但是你说大法官释宪，其实对于国会扩权部分，大家根本不理你。我现在在地方问到，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周杰伦们那个演唱会票为什么那么贵？那谁要去关心你什么大法官释宪的问题？那现在是我是觉得啦哈，如果提名的程序上大家觉得有问题有瑕疵，我觉得大家可以公开来讨论，甚至透过质询的部分去把问题凸显。但是呢，我觉得不能去全面去瘫痪大法官的这个职权或者是释
性的执行。因为接下来人事案有大法官的人事案，立法那个考试委员、考试委员 NCC， 还有公交会的这个副主委，所以这个你还是要去排审以后让他去执行嘛，不然的话悬缺在那里，整个没有办法瘫痪，没办法执行的话，现在已经有4000多名的这个律师已经联署了，针对这样的事件来去做处理。明显刚刚讲说，除了他们的你说立委在这个里面，因为这是今年上半年的重头戏嘛。对，讲白一点，就是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回到原点的感觉。可是明显刚刚讲说，除了这个，还有蓝营的支持者的一些声音，如果全部在这里头的话。假设那到最后，你知道政治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大家都是 kimoji 的问题。对，如果真的搞成这样，就是一些妥协的艺术啦。就是说，因为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让它程序上能好好的去运作。我觉得如果提名过程或者刚刚讲的说质询或反质询的状况，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应该就检讨，我觉得行政院也必须要检讨嘛。或者是适性的执行，因为接下来人事案有大法官的人事案，立法那个考试委员 NCC， 还有公交会的这个副主委，所以这个你还是要去排审以后让他去执行嘛，不然的话悬缺在那里，整个没有办法瘫痪，没办法执行的话，现在已经有4000多名的这个律师已经联署了，针对这样的事件来去做处理。明显刚刚讲说，除了他们的你说立委在这个里面，因为这是今年上半年的重头戏嘛。对，讲白一点。就是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回到原点的感觉。可是明显刚刚讲说，除了这个，还有蓝营的支持者的一些声音，如果全部在这里头的话。假设那到最后，你知道政治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大家都是 kimoji 的问题。对，如果真的搞成这样，就是一些妥协的艺术啦。就是说，因为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让它程序上能好好的去运作。我觉得如果提名过程或者刚刚讲的说质询或反质询的状况，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应该就检讨，我觉得行政院也必须要检讨嘛。可是我认为说不要用这种技术性的杯葛，让整个议事上没有办法去运作。我觉得这个是涉及到相关的一些部会的他们在执行这个业务的一些重要的关键。观众朋友就可以看得到，因为好，第一个总预算还没有确定哦。对，总预算到底是不是能够还不知道，因为是让行政院长报告而已。对，到底会不会？因为一般来讲，本来如果要是双方协商完，让行政院长报告，然后下面通常大家会讲说，接下来今年总预算，包括要在委员会嘛，要跟着。这次没有哦，所以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个解释完以后，所谓的血流成河，会不会从这开始，然后接下来所有一切上半年你看到的立法院状况？接下来再来一次，来人，你简单告诉我会不会？这个层次上还是有不同因为以目前的状况来讲，这个总预算老实讲，它是卡在一个那个阴阳两界之间啊，阴阳两界，因为所以他也不是死了，他也不是活的，不是，他真的就不是，因为他就卡在那个地方，就没有。所以报告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也就是当行政院长到立法院进行完报告完了之后，立法院如果不要，那就是正式退回行政院。那正式退，所以这两个层次不同。那行政院怎么办？不，所以现在就回来了嘛，就是说最少他往前进了一步，是现在其实对一些民进党在批评的，就是说。你有本事你退回嘛，你就正式退，但没有，因为程序没走到那一段，所以当行政院长被报告，你还有主计长什么，大家都要来报告，报告完之后你觉得院会不 OK， 你就立法院做成主决议，就把它推回去，那就由立法院正式的开战也好，或者怎样也好，但行政院就必须要接。好，现在的状况其实以目前的状况是，行政院也不接，因为反正你叫我不要啊，反正我跟你点菜啊，这餐厅怎么样？讲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大家也没动作 ，OK，因为程序没有走完。好，那对国内政坛来讲的话，大法官所有上个礼拜的那些决议，接下来又会是怎么样？因为跟国内所有的法案啦，或者所有这些都会有相关，那到底未来会怎么样？可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件事，范老师，美国总统大选大概不到10天左右吧，投票10月5号，而且前期投票已经开始在投了，然后现在看起来还是紧的跟个麻花似的吗？没有错哈，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这个民调哈，贺锦丽前阵子好像是输给川普，现在又赢了1%，但是这个都是误差范围内不同的民调差，所以我一直在担心，我觉得现在哈很多国家都陷入到泥淖里面。台湾也是，是啊，就是你刚刚讲过这个总预算就变成陷入到泥淖里面。日本也是啊，你看昨天选完对不对？石破茂的这个自民党没有办法过半，对，即便加上他过去合作的公民党也没有办法过半，也是陷入泥淖。如果到时候他就强势，就是我就是这个少数执政，那未来日本的政坛也会陷入到一个空转。而且石破茂有没有可能再当首相？几率很低，他可能成为最短命的首相。所以我觉得好，那美国呢？
下礼拜2要总统大选，是真的就一翻两瞪眼，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输了，还是又要打延长赛？跟4年前一样，川普不认输，对。然后我就跟你搞得国会山庄，还记得那个真的差点就很暴动内战的感觉，对，暴动了，因为两方面现在都输不起嘛，而且两方面都差了这些，就是在非常接近的状态之中。那如果川普输了，他会善罢甘休吗？搞不好又重演。所以我觉得说，那美国肯定要再陷入一个空转。所以你看，就是说，当美国、当日本、当台湾这些民主国家都陷入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那对于中国来讲是最开心的。因为你们陷入矛盾，就像这次的选举结果，日本的选举结果谁最开心？习近平最开心，因为等于日本分裂了嘛。特别是像石破茂一上台就把安倍派全部都赶走了，然后把那些所谓的右派全部那这些右派，你看高市早苗是很高票哦，这就说右派跟左派之间对立也非常的激烈啊，那中国就可以从中分化嘛。所以我觉得说现在未来的格局的情势，其实对于民主国家会陷入一个非常不利的状态，因为当美国也是在群龙无首，那拜登就跛脚了嘛。好，那这个时候对中国对俄罗斯来讲，对北韩来讲，他们现在整个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必须要讲，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隐忧。范老师，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当然你说美国这么多年的民主国家，他不管谁当总统，大家都知道，主要是他们的官僚系统还会继续运作嘛，大家都知道。可是总统是谁，多少还是有点差吧？你不会告诉我说那如果这样，如果完全都没差，那放个石头都一样那种感觉，那干嘛大家都选成那样？一定还是有差，尤其个人的一些特质吗？川普因为他3不50，又什么保护费啦，我们要不要付保护费？韩国要付的更多的感觉，所有这些发言，然后前一阵子又有美国的前国安顾问讲说如果川普上台的话，对台湾可能会很不利，或者就你看完这些就会觉得，真的吗？真的会这样吗？如果真的川普上台，会不会真的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会要比较担心一点？我觉得这一次为什么大家都不太关注美国选举，因为不管谁当选的事情，另外就是其实谁当选都差不多了。因为美国的主流民意就是反中嘛。那我觉得我们上次很焦虑，甚至川普，我们台湾说实在，大部分人是支持他连任嘛，因为他对台湾很好嘛，卖台湾武器，然后派2个阁员来台湾，他又跟蔡英文打电话，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担心，就是说拜登上来会不会台美关系出现问题？结果也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次，我觉得台湾为什么没有那么疑虑，没有像4年前那么焦虑？我觉得都差不多。那川普说要台湾缴保护费，你开价嘛，我们出嘛，好不好？开个价嘛。那我们如果这样，我们减少军备也 OK 啊。所以我觉得川普说实在，他讲这个东西其实也蛮外行的，特别他对半导体什么半导体都被台湾抢走工作。我跟你讲啊，台积电现在到美国去投资，什么时候工厂落成都不知道嘞。就算落成了，找得到工人吗？这些工人能跟台湾的工程师一样24小时待命？哪有那么简单的？而且你到美国去投资的那个晶片，它的成本一定高很多嘛。更何况你当初你川普很爽的，你照郭台铭去这个美国投资威斯康星，结果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川普讲话我们就笑一笑就好了啦，不要当真。OK， 对，很快就要投票了，投票的结果到底出来以后，那范老师刚才对，因为一个老牌的民主国家总是有它基本的官僚界的运作了，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还在密切的观察，因为全世界很多国家不是都有一个应变小组嘛？怎么会人家选个总统，你们国家要去搞个应变小组？我不知道我们国家有没有也弄一个应变小组。但接下来当美国总统开票最后那一刻，最后到底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